大家好，欢迎回来大生。今天的大生访谈呢，我请回来了我们大生的老朋友许成刚老师。许老师现在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当然，许成刚老师是我们大生观众最熟悉的、最喜欢的老师之一，因为他在我们这儿有整个关于制度基因和中国制度研究的这种系列访问，也成了我们的品牌栏目。如果大家没有去看的话，现在一定要回去看。也是因为一直有一种这种长期的关于制度和集权制度分析的这么一个思维框架，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切入也是非常具体，就是现在的美国的新总统上来以后 Donald Trump 在给全球征税和这个中美所谓的关税贸易战这个环境下面，到底应该怎么看美国现在的这些政策，是不是可以真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政策走向？还有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面，像中国这样一种集权制度国家，会不会反而有一些所谓的制度优势和效率优势？是不是可以让中国应对所谓的这个贸易战呢？还有更具体的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徐老师，亲爱的徐老师，您又回来我们大生了。一段时间不见您，我们的观众都想念，我也很想念你。而且确实也是约了好久了，想听您聊一聊。就是现在一个是美国这边Donald Trump 新上来以后，其实美国的内政也很热闹，就是他各种各样的政策非常的多。其实我觉得您在美国这边也有感受，我也想听您说一下，就是从整个现在美国这边的他们这种对于盟友的态度的调整，然后Donald Trump 反复说要把美国利益放到最前面，您觉得他现在这样一种调整是基于是一种什么大的战略？是像我们之前预测的，确实他要放弃他的一些所谓全球的义务，然后专注在搞美国的经济，搞美国的选民这种支持率呢？还是他有一个更大的一盘棋，就是比如说要真正在经济上，在政治手段上要去遏制他认为的这种对抗型的国家，比如说中国或者俄罗斯。就咱们先从大的切一下吧，好几个月也没问您这个问题了。对，如果我们从就是公开的，就是包括他的竞选和这个上任以来的公开的讲话，就是他和他的主要的幕僚他们表达的信息，以及就是他的主要幕僚写的东西，就是发表过的东西，把他们放在一起看呢，这个看起来呢，就是它是相当就是民族主义的，就是所谓的就是让美国更伟大，还有呢就是经济上呢是要这个它叫做再工业化或者叫再产业化，这是他们的基本的策略。就是这个实际就是还没有大选之前，就是他的现在的首席经济顾问在这个24年的2月份就已经发表了这个相当系统的一套，那现在他做的就是他当年发表的文章讲的这个内容。那么他这个呢就是非常强的民族主义的，那么所以呢他这个在4月初这个发布，它叫做解放日。这个解放日呢就是这个全面这个推的关税，就是全球的所有国家的推的这个关税。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关于移民，就是大规模的抓捕这个他们说的非法移民，等等，就是一系列的这些呢，基本上就是大的方向上都是比较清楚，就是民族主义的。那么这个它作为一个就是民主政治呢，民主政治里边呢，就是首先就是这个民主政治的领导人是选举上台，那么选举上台呢，就是首先就是在美国是两党里边呢，它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它怎么能够
在他的党里边成为总统候选人，那么这是有美国制度的一些特点，就是然后呢再是两党在最后竞争，再变成就是谁来做这个美国的哪个候选人能赢得这个竞选。那么这个美国制度里最大的这个特点呢，第一就是每一个党有一个党的那一层的这个决策，那么这个决策其实是相当复杂一个过程。那么过去美国长久以来呢有一个老传统，但是美国的这个老传统呢在最近这些年里，就是最近的这个十几年里20年里有个变化。这个变化呢就是这个美国这个过去的这个党的对自己候选人的就是这个党的已有的这个体制对候选人的筛选呢越来越就是让位给这个本党内的这个选举。原本呢是就是这个党内的这个自身制度来选择谁可以成为候选人，那么逐渐现在变成了让位给了这个好几轮的这个选拔都是用投票的方式，好几轮的选拔，最后呢选出来人。那么这个呢是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那么这个重要的变化呢就使得了就是在过去传统上，在美国的这个传统的制度上很多人原本不太有可能成为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人变成了党的总统候选人。那么其中重要的例子呢就是川普总统。那么川普总统的第一次就是在这个2016年他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那么其实呢他成为候选人之前呢，这个共和党内部有10几个候选人。如果我们看当时的10几个候选人呢，这10几个人里有很多人在当时按照传统的美国的党的制度呢都是比他在共和党里要强很多，就是说获得党内支持强很多。然后呢就是由于这个美国的这个制度上的演变，使得他就是逐渐就是他这个共和党的自身的老的体制来这个限制谁能成为候选人，这个东西有了变化。所以他最后退化成为就是他会演变成为那个由一轮一轮的投票来定。那么这一轮一轮的投票呢，最后出来的结果就是川普成为了候选人，然后呢才有了后边就是他来和民主党来对决。那么这个既走到这一步以后呢，仍然呢这里边还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选这个两方的这个选民，他们是哪些选民做的什么样的选择。那么这个川普这个2次那个当选为总统呢有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他获得的这个选票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的选票是来自于传统的民主党的选民。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了，就是为什么会这个传统的大量的民主党的选民会投票给了川普总统。那么这个原因呢是因为就是美国的这个两部分嘛，一部分是自动化，一部分是全球化。两个部分呢就是导致的就是这个美国的两极分化在迅速的扩大。那么这个两极分化的迅速扩大呢，其中主要的呢就是这个大量的这个蓝领工人传统上蓝领工人背后是有工会的，然后传统上这个工会呢都是铁杆的民主党但是现在这个工会本身也在衰退。然后呢这个蓝领工人呢，就是尤其是过去的蓝领的中产阶级呢，他们已经很久了，就是他们的这个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甚至呢相当一些人是有下降。
那么这个没有提高甚至有下降呢，它的背后的一个部分重要的部分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自动化和全球化。自动化和全球化导致了很多他们过去可以做的还不错的工作，能够有不错的收入的工作，这些工作逐渐没有了，并不都是转移到国外，就是有很大一个部分是自动化带来的，就是说仍然在美国国内，但是它不再由工人来做了，这个那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呢是这个全球化的结果。实际上就是全球化也好，自动化也好，这两个呢都不是最近才有的。就是人们不要误解，就是这东西都是新东西，这东西实际上是自从产业革命以来没有停止的，一直在发生。然后呢，现在也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美国产业空心化呀，等等等等，就是说这个刚才讲的这个现象呢，有人就把它说是因为美国制造业产业空心化带来的。这个说法呢，一部分反映一部分事实呢，但是也并不完全是事实。就是美国在这个高端的制造业上，这个仍然是领先的。比如说飞机制造，美国的飞机制造是遥遥领先世界上任何国家。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最先进的电子工业，那么仍然美国在最先进的电子工业上，是这个大量的这个是在美国的，但是呢，电子工业呢本身呢就有个特点，就是它这个比如说半导体的制造呢，现在主体已经不在美国了，但是呢，就是全球的半导体制造就是高端的，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全球化的过程，就是不要说它这个不都在美国，它从来也不都集中在任何一个国家，是个全球化的，就是半导体本身是个全球化的制造业。然后呢，这个高端的电子工业呢，其中的主体是在美国，但是半导体的制造本身是全球化过程，就是其中就是不可缺少，这个链条里不可缺少的不仅仅是台湾，人们就误认为就是台湾，那就是一个错误认识，就是那里边不可缺少，这个链条里不可缺少的部分有美国，有日本，有这个荷兰，有这个台湾是这个链条里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不是唯一的部分。所以呢，全球化是根本，而全球化本身呢，是这个资本主义发展从有资本主义发展起就有的东西，而且是资本主义发展里必不可少的东西。所以现在我们回到这个问题来，就是说这个民族主义和全球化什么关系？就是如果我们是讨论的是这个资本主义发展，那么资本主义发展一定是全球化。这个资本主义发展，比如说吧，资本主义的发展早期最起头是来自于英国。那么即便是在早期如果我们讲到19世纪英国仍然处于这个全球的这个最领先地位的时候，我们去看一看，就是英国的最领先的地位是个什么状态？它是全球化的状态，不仅仅说它的贸易是全球化，而且它的制造业也是全球化，就是大量的制造业不是英国自己能解决的。还有科学技术上，虽然英国是这个最先进，但是即便是在科学技术上也是全球化的。比如说这个英国最重要的这个实验室，至今仍然是世界上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人数最多的实验室，就是 Cavendish Laboratory。这 Cavendish Laboratory 至今仍然是美国还没有一个实验室它有获得这么多诺贝尔奖。那它在19世纪末，那个是19世纪后期才建的实验室，从一建立那个实验室就是全球化的，就是那个实验室的成就是来自全球化，来自全世界的优秀的人才在那里边工作，
那么才获得这样子的成果。那么美国呢，在科学技术上成为全世界领先的国家，实际上是二战之后。就是虽然二战的时候美国起了决定性作用，就是没有美国的参战，这个盟国是不可能获得这个胜利的。但是那个时候实际上科学技术上美国不是领先的，美国是经济力量是领先的。这个科学技术是二战之后又经过了相当的一段时间，逐渐的这个人才转移到美国。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就是美国在科学技术上的领先是从哪儿来的？那是完全靠的全球化，就是当初完全是依赖大量的欧洲的优秀的人才进入美国，就是也甚至还包括了这个科研的这个基本技术，就是除了这个人的那个能力以外，有很多什么东西是谁能做出来，那么都是全球化。那么现在这个全球化过程有更多的这个华人参与了，非常多的华人参与了，然后非常多的印度人参与了。那么这些华人、印度人在美国都是已经成为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全球领先的必不可少的成分。就是换句话说，美国的科学技术的成就离不开美国的大学，美国的大学的运作离不开全球化，就是不仅仅是教授是全球化，学生是全球化的。那么离不开这些学生，为什么离不开这些学生？因为现在的最新的技术都是年轻人做的，就是大量的工作，甚至是包括这个辍学的学生。就是现在在硅谷有几个这个最新产生出来的这个亿万富翁啊，10亿级的10亿美元等级的亿万富翁都是华人呐。这里边是包括辍学的华人，就是不是光以前说 Bill Gates 是辍学的这个等等，这些华人也是辍学的，就是这个来这儿念几天的书，然后他就是有了这个突发奇想，有了重要的这个想法，然后就开始去创业了，然后就变得非常成功，就变成亿万富翁。那么不要去看这些个人的财富的那一面呢，如果我们去关心就是他的成就的那一面，他之所以是亿万富翁是因为成就特别大嘛。那么这个成就的那一面就是他的想象力，他怎么能够把这个最前沿的科学的技术变成商业。那么如果我们讲科学技术的方面就更多了，那人更多了，比这个变成亿万富翁的人还多了。所以我这个讲这些的内容呢，主要就是想说，这个过度的民族主义压制全球化的话，实际上呢是有损于美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损于美国的经济的发展。美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全球化。那么这个民族主义呢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有好处的，因为或者我们换句话说叫做爱国，这个爱国，那么这个是有好处。但是呢，当民族主义变成了排斥这个全球的贸易，变成了排斥这个全球的人才的交流的时候，或者说不叫排斥吧，给全球的贸易制造了严重的障碍，给这个美国的高等教育，这个各国的人才进入美国的这个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制造了障碍的话，那么它就会阻碍了美国的这个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一直都在说所谓美国利益优先的一个，Trump 一直在说，就是这些年因为这个全球化，产业链外移，很多行业的生产能力就已经美国就自己不具备了。然后他认为这次用大的关税，他先把这个交易对话门槛完全全面抬高，认为这是一个对话手段，然后一个国家去谈，以
七，把一些产业链、把一些生产能力带回美国。当然现在其实我们都看到了很多讨论啊，但是因为美国现在老是左媒右媒，就是左右，还有这个你是不是支持川普，你是不是反对川普，就弄得没有办法讨论。我们就心平气和的看，就他现在的这些做法，尤其对于他这些传统贸易盟国的这些讨论，真的能在一段时间内把产业链带回，生产能力带回美国吗？就是以前所谓传统的那些工业上的工人失去了的这些工作岗位能够回来吗？这个里呢，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件事儿，就是这里边呢涉及了2件很大的事儿。第一件很大的事儿呢，就是这个美元作为全球的储备货币，就是美元作为全球的储备货币，就这样子的事情呢，是在这个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这就是1945年，在这之前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就是人类历史上不曾经有过一个体制是以某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没有过这件事儿的。那么这个呢是另外一件事呢，就是这个全球贸易，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这2件事，我们分开讨论这2件事。就是今天美国遇到的这些呢，是这2个事儿混在一起了。首先呢，我们来看就是这个全球金融体系在2战结束时候建立的。这个建立呢是英国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来的，他帮助设计的。那么他设计这个制度的时候呢，凯恩斯当时就已经预见到，就是这个制度呢会有，就是他在当时的其实他最主要的这个用意啊，是为了帮助全球的经济的恢复。那么他为了帮助全球经济恢复呢，提出来了这个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然后美元呢和黄金挂钩，实际上是金本位制。但是呢金本位制呢是以美元跟它挂钩呢，别人就跟美元这个有一个固定的汇率关系就好了。那么这是当年他设计的，但是当时他设计的时候，他就已经预见到这个制度有可能产生的问题，而他预见到的有可能产生的问题就是今天看到的问题，就是美国会出现这个大量的贸易上的逆差。那么他没有展开讨论，他提到了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实际上布雷顿森林这个体系啊，就是这个金融体系啊，真正的开始正式运行，它是1945年就建立了，但是那个时间呢，美国的主要盟国就是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呢，都还在恢复期，然后呢都还在调整。那么所以呢，就是真正这个体系开始按他当时设计的那样正式开始运作，都已经进入到了就是1957年前后了，我记得不是很准确，就是大体上就是就是50年代后半期了。那个然后如果我们再看呢，就是这个体系在运作的时候呢，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是美元在2战的时候就是这个它的黄金储备呢是达到了最高的水平。然后呢，自从这个建了这个体系以后，就是全球货币，就是西方国家啊，这个苏联、中国这个共产党阵营是另外一套，然后就是全世界分2个阵营，就是西方的自由世界的阵营都是这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呢，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就看简单的统计数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凯恩斯当年预见到的那个事情实际上已经在发生。那个在发生的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黄金储备在逐年下降。就是这个全球的这个贸易金融是以这个美元为储备货币，美元是直接跟黄金是这个挂钩的。所以呢，人们是可以就是人们拿了美元是可以换黄金的。然后呢，那个时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一方面
美元呢这个美国没有出现贸易赤字的问题，就是美国是享受了贸易的顺差，但是同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在下降。然后呢，这个是直到这个50年代的这个后半期，这个真正这个体系形成开始运作的时候呢，那么就这个重要的经济学家就出来在美国的国会作证，就指出了当年凯恩斯说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正式提出来了，就是说当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时候，这个美国不可避免的会要出现贸易赤字，因为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你作为全球的储备货币，你必须别人手里要有这个钱，别人手里怎么获得这钱，靠的是他对你的顺差，那你就得有逆差，他手里才有你这钱，然后呢你也必须要准备好让他有这个钱，否则你怎么能成为储备货币呢？然后你这个全球体系需要流动性，然后由于你是唯一的一个储备货币，因此全球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是靠你提供的，那么你就必须要有多出来的这个钱在别人手里，那你要有多出来的钱在别人手里，就意味着你必须要有贸易逆差，然后呢你要是长期的积累大规模的贸易逆差，反过来就会动摇美元的稳定性，动摇美国的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所以呢这是一个著名的就是一个两难问题，就是你一方面要巩固这个体系，为了巩固这个体系，你就要提供美元给别人用，那么你就只能是有这个贸易逆差，才有可能你有美元给别人用，但是另一方面呢，你这个持续的贸易逆差的积累就会导致你这个体系的不稳定。那么这个问题，这个自从那个时候提出，这个经济学家们直到现在都这个还有相当的这个讨论和争论，它的最基本的观点是没有争论的，那么争论的都是技术细节。那么这就回到今天的问题了，因为今天的问题是因为贸易逆差引起来的，就是这个持续的贸易逆差，大规模的贸易逆差，那么就是引起来这么个问题，就是说美国是不是需要使用，比如说现在用大规模的全面的大规模的关税的方式来扭转这个，那么这个东西它立即的问题它就不是单纯的贸易，它这个立即产生的问题就是你还要不要美元作为这个国际的储备货币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就是原来的这个体系你还要不要？那么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美国当局最一开始推动的时候呢，这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内容不提了，而且呢就是已经看到了就是这个美国国债出了严重问题，然后美元呢开始这个价值开始往下跌得相当快，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市场出现很巨大的波动，然后就出现了人们对这个美元的怀疑，那么这个人们对美元的怀疑本身就导致了就是这个国债的这个 yield 就变得很高，就是换句话说就是说这个他发国债这个成本就变得很高，那么就动摇了这个美国的金融的这个基础了。那么是在这个背景下，那么川普总统才出来讲了这个，一方面是通过他的这个财政部长，一方面自己也出来说了，尤其是财政部长跑到这个 IMF 去强调，就是我们坚守美元作为这个坚守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国际的储备货币，我们坚守美元要稳定，我们要挺住美元，然后呢也同时呢又把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那个关税暂时就是停止执行，它原本是所有国家都很高的一个关税，他说停止这个90天，然后呢容得我们来谈判。那么所有呢背后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是就是它不仅仅是贸易问题，它是直接关系到了
美国的整个的金融体系是不是能稳定。那么当他看到了这个动摇了他的这个基础的时候，他就出来，这是一个就是纠错，就出来纠错。但是呢，你纠错了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往哪儿走。对啊，就是说如果你试图靠全面推关税来解决这个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咱们就先不说这个其他的具体内容，就是你假设你把美国的贸易逆差给搞掉，那就回到了这个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它的地位是怎么，就回到这个问题上去了。就是说当这个全球的金融体系需要流动性的时候，美国还是不是要提供流动性？那全球的金融体系是不是要从基本上改变？就回到这个基本问题上了。那么当然现在呢，美国的财政部长说了，我们还维持原来系统不变。美国总统也说了，我们维持这个系统不变。那好，那你要是如果维持这个系统不变，那么你这个贸易逆差的这个整体上的改变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两个是矛盾的。那好，那这是一个问题。那另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这个全面推这个关税的时候，那么就是这个从国际贸易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讲，那么这个是会是什么后果？还有就是说这个会不会靠这个办法能不能从基本上改变美国的这个产业的结构？那么最简单的回答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是不可能呢？原因呢是因为呢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制造业本身呢是必须是全球化的。就是只要你是资本主义，除非你不是资本主义了，就是只要你还是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特点就是资本是流动的，资本是流动的，这个然后呢这个贸易呢都是有比较就是这个比较优势的。就是贸易之所以有好处，这个在经济学家里是没争论的，就是贸易这个自由贸易是有好处的，原因是因为靠了自由贸易，你这个比较优势就出来了。比较优势和资本的流动性，这个本身是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特点，是资本主义靠了这个才有了效率，才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富裕。而那个这个当这个人们讲到就说这个很多制造业离开了美国，这个等等等等，这个完全不是新鲜事儿。这个东西呢，英国是第一个这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事情是先在英国发生的，英国早发生了，就是这个美国就是跟着它，就是这个后来美国又变成了最发达的，那这个东西就是在美国也发生，但是它并不是说它都离开了，就是在英国高端的这个制造业从来都在英国。比如说全世界最强的做喷气引擎的公司永远是在英国呀，这个就是跟美国是造飞机是最发达的国家一样的呀，就是最高端的它在这儿，但是它不是最高端的，由于它不合算，由于这个资本是流动的，所以它都流到合算的地方去了。但是呢这里边呢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都是纯经济，就是无论是金融呢，还是讲的是贸易啊，还是讲的这个制造业呢，制造业就是随着这个资本的流动，它是四处流动的。然后你这个当我们讲到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冷战胜利的结束了，这个共产主义阵营都垮台了，那么这个冷战的结束，共产主义阵营的垮台，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全球化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间是自由贸易的，是靠了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自由贸易，靠了他们的高效率，才使得它竞赛中超过了共产党国家，它压过了共产党国家，这是它胜利的最重要的基础。所以呢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基础是不应该怀疑，不应该动摇的。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回到这个现在实际上这个在这个共产党国家这个在中欧、东欧、苏联共产党阵营垮台之后，全球化发生了什么？我们再回来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超出了金融和贸易。原因是什么呢？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中国是共产党国家，在过去就是共产主义阵营没有垮台之前，中国不是全球贸易的一部分。就是虽然在80年代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但是呢，由于它是共产党国家，它不是全球贸易的一个部分。那么中国变成了全球贸易的一个部分，融入了全球化，靠的是共产党，就是这个共产党的制度在中欧、东欧、苏联垮台，在美国人们不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主义制度，产生了错觉，产生了幻觉，是在这个错觉，在这个幻觉之下，是靠的是在2002年前后，美国帮助中国进入了 WTO。那么这个他帮助中国进入 WTO 是他产生的幻觉和错觉。至今当人们谈论到美国和中国或中国和美国的这个摩擦的时候，在美国的主体都没有讨论中国是共产主义制度。美国方面讨论的主体，包括川普政府里边这些人的讨论的主体，是关于所谓的大国竞争，这是基本错误。就是我想指出的就是，真正他们面对的问题是两种制度是这个实际长远的讲是不相容的两种制度。当你没有认清楚的时候，你错误的把共产主义制度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之中，给你带来了重大的问题。就是这才是问题所在。问题不在于刚才提到的这些什么这个贸易啊、金融呀、什么这个制造业在哪儿啊，问题不在那儿，问题在于看错了对象了。就是原本你在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只要这个你的这个贸易是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个秩序，就是二战以后形成的这种基本秩序，按着这个秩序来。那么这里边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就是说当你这个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时候，会带来这个叫做两难问题。那么这个两难问题你是需要这个想办法解决的，这里呢也并不是没有解决办法的。比如说解决办法之一就是老早其实凯恩斯时期就已经提到过，而且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都在推动过，就是呢逐渐的把这个储备货币开始多样化，就是你不再单纯使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而是呢把这个欧元、把日元、把这个英镑都收来，然后呢分成一定的比例，然后呢形成一个这个真正就是国际间的储备货币，这样呢就把这个负担从美国的肩膀上卸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你才是一个在讨论就是美国的这个贸易逆差等等，这个不是美国单方面一国能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你美国在全球这个金融体系里是如此重要的角色，所以你没有可能你单方面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一定是这个国际之间联合解决的问题。而国际之间联合解决一定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民主宪政的国家之间联合解决，而不能有就是共产党阵营的这个混进来，因为它是这个制度上是不相容的，这个制度上会带来问题的。那么今天当人们讲到这个，比如讲贸易战，说这个中国和美国，美国和中国谁依赖谁，那么这个呢就产生了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如果你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在民主宪政的国家之间，原本呢
这个贸易之间产生的这种依赖性呢，不是问题，因为他们互相不会打仗的，原本那不是问题。那么你就是怎么样效率高就怎么做，那都是好事儿。但是呢，当你依赖了一个有非常大的潜力成为敌对国的那个国家的时候，它就成了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第一次突出的表现出来就是疫情的时候，那么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就越表现的突出了。那么这个突出的原因不是因为贸易逆差，不是因为这个国际贸易有比较优势，因为你有比较优势就意味着一定有些东西是你不弄的，别人弄。那么因为呢你在这上没有优势，别人有优势就别人做。但是呢当你这个制度上不同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件事，这不是经济问题，是这个其他问题。您这么一说，就把最近看到的好多媒体，我不知道是有意无意的闪掉的东西给拎出来了，就是其实它是制度之争。而当时您说了，当时不管进入关贸总协定也好，还是整个这个把中国拉入全球化，就是说所谓其实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给了中国让去他挣全世界钱，甚至把这个中国的这种出口型的产业链建立起来，这个是西方给的机会。但现在回头去看，这是个大错误。因为当时假想中国能够在发展出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之后，能够所谓进入民主，对，就他的这个前后期待是错的，这对吧？所以现在就很多说，包括有很多现在去骂民主党的人，就是批评也是从这个角度，就是所谓对从制度上一个养虎为患，但实际的现实经济状况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西方资本自由市场经济剥离跟中国剥离的过程。可是现在因为全球化和整个这种中国的这种全面的出口型的经济，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在实际的这种产业链上、生产能力上，它其实确实是替代了甚至削弱了很多国家它实际的能力，就变成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剥离不了中国。对，反而现在成了一个问题，就变成了中国好像回来，中国好像有了打的牌了，如果我们怎样怎样，我们会让全球经济或者全球贸易或者全球生产结构瘫痪的。就感觉这个过程中间，您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一直有点困惑的，就是咱们之前上次我坐在您面前我就跟您请教过的问题，就当谈经济问题的时候，很多人是故意忽略制度和政治特征的。但是现在这个回到这个中美，等于现在其实仍然是 ideology， 是制度意识形态的问题。对，现在两国都在用所谓的贸易和经济的说法来面对。Trump 这就回来另一个问题了， Trump 现在这样的手段，这就是现在很多支持他的具体政策的人会说，如果他坚持做下去从西方这个资本市场的话，就把不属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你就剥离掉，就中国我不带你玩了，大家希望能一直坚持下去。但现在问题是感觉这2个月的政策上来，这所谓这2天对 Trump 这100天嘛，现在最大的担忧就是会不会反而是西方自由资本市场，因为这个经济它是要不断的走的，大家股市上丢钱了， Trump 也害怕，所以他所谓的您刚才说的一些什么纠错，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又屈服了经济和贸易的需求和规律，然后有制度优越性的就集权国家中国，它可以用所有的行政手段，它可以在短期快速划过这个所谓的危机。美国会不会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反而变得更削弱，然后从制度上再一次证明了民主的软弱性呢？这个是这样，就是任何的政策方面的讨论一定是在讨论政策之前必须先弄清楚这个发生的是什么。
这个所以呢，我们回过来就来再继续讨论一下，就是到底发生的是什么。就是首先呢，这个刚才我说，就是这个在苏联和中东欧的共产党阵营垮了之后，这个美国包括美国也包括西方国家呢，产生了一个幻觉，产生个错觉。那么我从这儿开始讨论，就是当时产生的这个幻觉呢，里边的核心，其实这是两党共同的，这个不是单纯的民主党，这里边的大量的重要事儿是从老布什就开始，老布什、小布什、克林顿、这个奥巴马，就是两党一起干的，就是这个缺少认识，不是一个党的问题，是普遍的缺少认识。那么当时的一个最基本的认知错误在哪儿呢？这个基本认知错误呢，就是他错误的把中国的制度当成了威权主义制度。就是为什么这个概念重要呢？原因就在于呢，从威权主义制度是什么制度呢？威权主义制度就是在1988年之前韩国跟台湾的制度。那么既然韩国跟台湾在这个自由贸易发展资本主义上跟美国一起干，然后呢经济发展了以后，就从这个威权主义制度就演变成了民主宪政的制度，就是这个什么坏的事情都没发生，光有好的事情。所以呢，当人们错误的把中国共产党的制度等同于1988年之前的台湾的制度和韩国的制度的时候，他就误认为你如果帮助了中国在国际贸易里、国际投资里、国际金融里方方面面这个，然后让他这个发展了，然后呢这个资本家也在中国发了财了，那么资本家也发了财，美国的股市也从中得了好处，中国也最后会变成了民主宪政的国家，那就是全好。所以呢，这就是当时的指导思想。但是呢，这个指导思想呢是一个幻觉，是一个错觉。那么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他们敞开了大门，敞开了技术，然后大规模的涌到中国去。那么中国呢，这个共产党呢是非常聪明的，是有整体设计的。